Yo，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S，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啊。今天这一部影片呢，相信是很多期待这个 Proton Saga 系列影片的朋友们都在敲碗的啦。就是之前呢，我们为这一台 Proton Saga MC3 做了2个比较主要的改动啊，一个就是换 exhaust， 包括 intake， 就是从最前端到最尾端换到完。我们还把这个环保箱给去除掉了。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这辆车现在驾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去拉马力？马力有没有提升？这个相信很多人很期待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就要介绍大家一个非常 good job 的 wiper， 就是来自 Droplet 的 wiper， 它具备超强拨水功能。有时候你放在一些大炒档旁边啊，他们炒菜的那个油烟会附着在你的大镜上面，从而让你的大镜上面产生一层油膜。Droplet 非常贴心哦，在里面附送了一包黑科技 tissue， 让你轻松的清理你大镜上面的一些肮脏杂质还有油膜。就算你在雨天开车，只要你的时速超过80公里以上啊，你的水珠就会自动废掉，真的 very good job 啦。这个 wiper 是有 aerodynamic 的功能，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会撞风嘛，这个风啊把这个 wiper 顶下去，从而扫水的时候可以有更好更高的效率啦。那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 Droplet 的 wiper 的话，非常简单，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一个 link， 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Droplet wiper 的价钱了啦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回到今天的影片主题啦 ，Let's go。OK， 首先我们先来讲 exhaust。exhaust 这个东西呢，很多人可能就听到 Max Racing 这个牌子，就会想到他们的那个 slogan， 就是加马力。那我这辆车的 horsepower 有没有增加呢？是不是有去拉马力呢？答案是没有，没有去拉马力。是不是不敢去查，不敢查证这辆车有没有 up power？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主要是我们不要浪费钱。为什么这样子讲？因为经过我研究了过后，也问了几间帮忙拉 horsepower、帮忙拿 result 的这些店面哦，他们都给了我同样的一个答案，就是 CVT 的车不适合拉马力。我们先来讲原因跟原理。为什么普通车可以拉马力？因为好像 AT 变速箱或者 DCT 变速箱或者 manual 更好，你可以卡在一个档位，让那个电脑让那个马力机来读取它的这个马力最高峰值，还有扭力的最高峰值。因为其实每一号档位啊都是一个齿轮比，所以呢它可以读得到这个动力输出。但是 CVT 变速箱不能啊，尤其是我这一台车，它没有 pedal shifter， 它没有的用排档杆的位置来进行321这样子来 set 它的这个档位。所以呢，如果上马力级的话，拉出来的那个马力图啊是上上下下一直在乱飘的，所以根本拉不出一个马力跟扭力峰值。为什么？因为 CVT 它会自动匹配当下最好的输出、最低最省油的转速情况，来让你的车有最大的马力还有动力输出。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在想，好像 Vios 的那种 CVT、Honda Civic 的 CVT， 它是在 brochure 那边写它是 7 speed CVT， 它是7个 speed， 对，那是模拟出来的。其实 CVT 变速箱呢，我们以后可以展开来讲啊，它不单只是7个 speed， 也不单只是6个 speed， 它可以是1号牙、2号牙、3.25 号牙、3.336 号牙、4.32 号牙。它是无级变速箱，它是一直在飘动的，所以我们就不打算浪费钱把这辆车去拉马力，因为拉马力其实不便宜的。我相信如果你是 performance 玩家，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啦。那如果你不是 performance 玩家，你是这个汽车小白，你可能只知道你没有拉马力就是假，这样 sorry 咯，这部影片满足不到你啊，我满足不到所有人。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动力表现有没有提升。马力我们拉不到吗？但动力表现有没有提升？确实摸着良心讲是有提升的，因为现在我换上了一个 Max Racing Plug and Play 的这个进气系统，它是一个 open board， 它是一个所谓的蘑菇头，它可以吸风吸得更快，这个风速的流量更大，所以这个空气进入燃烧室的这个速度也会变快。第二点，我们把它的环保箱给 delete 掉了，没有环保箱就不会有一个排气的阻隔阻力。可能专家们听到这里就会在想，没有 back pressure 哪里可以？
一定要有 back pressure。环保箱这个东西，它是有一定程度的让这个排气有 back pressure， 就是回压。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来综合这个回压呢？我们是在中鼓的位置换上了 Max Racing 的一个直出中鼓，但是我们从中间看过去，可以看到里面有好像蜂窝网格状的东西，它就有一点像是迷你环保箱一样，可以让它做到一定的回压效果。所以动力表现在我的体感方面确实提升了。Max Racing 的这一套东西，我没有收任何的费用啊，我没有收钱啊。所以如果 Max Racing 看到这一部影片，你觉得有兴趣要找我合作的话，我们后续有的谈。但是我可以对观众讲的就是，这一集影片我完全没有收 Max Racing 任何1分钱，这个是我的个人真实体验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玩价格比较 Rama 的 exhaust， 然后quality又要有，你真的不妨尝试一下马来西亚的产品。马来西亚的 Max Racing 他们的 R&D 也是非常的用心，他们也参加了非常多的赛事。那在今年的6月20几号的时候，在马来西亚雪邦赛道的 MTCC Max Racing 也会派出一台 ZC33 Suzuki Swift 来参赛。那非常有荣幸，我是买 seat 去参赛，意思就是讲我花钱跑比赛，然后刚好我跑的那辆车是 Max Racing 他们的赛车OK， 很期待，到时候表现怎么样就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就知道了啦。那 Max Racing 有没有坏处呢？有没有缺点？有的，有缺点。我不能讲它完美了，没有缺点，它还是有一定的缺点。不知道你们现在在画面上听不听得到？其实我的后面车尾箱那边呢，会一直有一个 compressor pump 声音，大概10秒它就bam一下，因为我的 exhaust 是双出的嘛。当双出排气管我要用静音排气管的时候，另外一边的这个排气管的 valve 将会关起来。关起来的情况下，它一定要有一个空气来顶着它，用 compressor pump 来给它气压。这个 compressor pump 就放在我的后箱。这辆 Saga 它的隔音表现不是很好，所以可以听得到，我觉得不舒服啦，听了。OK， 油耗表现确实比把这个环保箱拆掉之前来得更加耗油了。现在的这个车油呢，从原本还没换之前啊，是每1公升可以走16.4公里，下降了，油耗表现提升了，变成每1公升只可以走16.1公里。这个是我 set 在我的 long trip 那边的啊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 mileage 是增加了1000公里，我的油耗是变次油了。OK， 这一点其实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每1公升少走0.3 km 罢了，我可以接受，我完全可以接受，而且 Malaysia 汽油真的很便宜。那声音方面，相信大家都知道了，看过上一集影片的朋友都懂，现在是很激情的声音。平时我是开车在路上我是这样慢的啦，我不是那种飞车嘎叽，所以对我来讲影响不大，因为它是要到 high RPM 的时候，3000转4000转那个爆发才来的。平时这样加，你们也听得到现在的收音吗？我是觉得还好。如果是我换去那个大声一点的 Z Flow 啊，那个就确实很大声，那个我就在赛道用。接下来我们会把这辆 Saga 开到雪邦赛道做测试啊，到时候就是用那个 Z Flow 来做测试。跑出来的成绩我相信会很好。今天这一部影片就是完整跟大家做了一个实测报告啦，就是用了1000公里过后我的体验 exhaust 的体验。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找到他们的这些 detail 啦，联络方式啊，要去哪里买你们的车，什么车可以装，什么车不可以装，都可以去联络他们。 OK， 好了，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，小铃铛给它嘟下去。我是阿豪 ATS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 Goodbye。